你入宫已经1年了，你我从没夫妻之实，那是寡人对你的尊重。寡人现在就想要你，给吗？还是那么喜欢咬人。你口口声声说你要尊重我，那是寡人拿你没办法，寡人就是这么情不自禁。你今天不与寡人共寝，寡人明天还来，寡人一定会等到你心甘情愿与寡人共寝的那一天。好好休息。青儿害怕。害怕什么？青儿害怕大王他今天晚上还要来。大王今天晚上一定会来。夫人，恕青儿说一些不该说的话。昨天晚上大王说的对，这宫是他的宫，这后宫里面的嫔妃们也都是他的，就包括您，也都是大王的。夫人，您是斗不过他的，您就不要再和他斗了。好，青儿，我听你的。我不跟大王斗。那青儿就放心了。寡人已赴约前来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夫人今天真美。寡人说过，会等到你心甘情愿与寡人共寝的那一天。所以今天夫人是愿意还是不愿意？大王觉得呢？寡人猜想，你是想与寡人同归于尽。你要先把寡人杀了，然后再自尽。但是，你想过天明没有？寡人想过，所以寡人已将天明送出宫外。什么时候的事？
我怎么不知道？这事儿越少人知道越好。前些日子，天明在宫中被掳，至今还未找到真凶。寡人不放心，将天明送出宫外。我是在保护天明。你话说得好听，其实你是把天明当成质子，因为你知道把天明藏起来，我就不会离开你。你说的没错，我是为了你，为了留住你，我才行此一举。不过你放心，寡人不会永远藏着天明。过段时间我就让他回宫，让你们母子相会。你是用天明来威胁我？这不是威胁，我是在保护你和天明。齐国诸侯不是也常常将王子置于他国？这是一个道理。你只是把我当做一个对战的国家。那是寡人想要你，寡人想得到你，想征服你的心，就跟寡人要征服6国是一个心情。你放心，寡人不会伤害天明，他是寡人的子嗣，我会保护他，也只有我才能保护天明。簪子就是簪子，是用来扎头发用的。都下去吧。祖太后，您看这个骊姬是不是太没分寸了？恕孙媳直言，大王实在太宠溺骊姬了。您看，如果这个韩侍卫真的是骊姬的大师兄，那就等于他们合起伙来欺骗大王，这可是欺君之罪呀。这也就罢了，骊姬在大王面前袒护韩侍卫，谁知道他们到底是不是什么真的师兄妹？就算是真的，谁又知道他们入宫之前有过没有过苟且的关系？像她这么出身低贱的女子，确实也不是不可能。是啊，祖太后说的是，骊姬这个野丫头实在是太没分寸，太不懂规矩。而且大王根本就没有责罚她。孙熙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，请祖太后为孙媳做主。若儿，你先别慌，过些日子便是大王的寿宴。按照规矩，每年大王寿宴，夫人都要献舞为大王祝寿。到时候，我自有办法对付他。祖太后真的有好法子饿成那个贱人吗？哼！请祖太后降罪。孙媳这次私自出宫，惊扰内宫，确实有错。若祖太后降罪于我，孙媳绝无二话。哈哈，与其说是降罪嘛，不如说是哀家希望你答应本宫一件事。祖太后请说。
正月将至，再过几日便是大王的寿宴了。往日大王寿宴，向来是让乐府令奏上几曲，然后宫中再选择一些善舞之女，献舞为大王祝寿。然此回夫人出宫，大王为此事神思烦忧，后宫对夫人的一些传言，确实是不堪入耳。那祖太后希望我做些什么？丽夫人果然冰雪聪明，哀家想了想，不如夫人就在大王的寿宴上采衣娱舞，大王必然大喜，或许能平息宫中蜚语，一举两得。但是孙媳并不善舞，而且又是大王的寿宴，我怕到时候会扫了众人的兴致。夫人不必担心，哀家知道你出身武家，不善女流之事，但秦人素有尚武之风，不如夫人就将你擅长的剑术编成剑舞，肯定闻所未闻，甚得大王欢心，如何？好，我答应。恕孙媳无礼，但能否请祖太后恩赏孙媳？只要你答应献舞，你要什么哀家都给你，金三品、丝绸、珊瑚，这些身外之物，孙媳都不需要。那你想要什么呢？孙媳只想请祖太后保天明一世平安。大秦王宫乃天下最安妥之所，天明公子乃是大王亲出的嫡子，夫人你还想要什么？孙媳有孕在身之时，有人曾在膳中下药，想要令孙媳滑胎。之后，天明被掳多日，差点就被送出宫外。这两件事情，至今为止没有查出犯人是谁。如此王宫，怎能说得上是安妥呢？如今，大王又以宫中不安为由，将天明送出宫外抚养。我这个做娘亲的，1个月才能见到天明几次。若真是为天明好，臣妾愿意忍受思念之苦。丽儿自知出身平庸，如若有一日我死在这王宫当中，也是无怨无憾。只是这天明是大秦的后嗣，孙媳只求，如若有一日有人会对天明做出不利之事，还望祖太后能够为天明做主。放心吧，哀家答应你，在这大秦王宫，只要我还活着一天，谁敢对天明公子不利，我一定为你追究到底。谢祖太后。师妹，你这次和我擅自离宫，华阳太后既没有降罪于你，反而让你在大王的寿宴上献舞，这安排有违常理，我担心其中有诈。不过就是献舞，
他们还能怎么样？再说，我已与祖太后谈好了条件，只要我同意献武，她便能保天明平安。日后如果有人要加害于天明，祖太后必不轻饶。如此划算的交易，我怎么能不试一试呢？你保天明的平安，可谁来保你的平安？大师兄，你就放心吧。这闵夫人的琴真是美妙动人，举世无双，是吧，大王？是啊，寡人也闻之舒畅。恭贺大王！令夫人献舞。让他明目张胆地持剑上路，再扣给他一个谋反的罪名。本宫的侍卫会奉本宫的命令佩剑上路，没有人可以阻拦。表面上他们是为了保护本宫的安危，实际上他们的目标是厉夫人。
护驾！立住！护驾，快！抬头望，天色又将晚，期许了蓝色的心愿。竹林间，落叶光似线，细数着时光的变迁，却转不过早已笃定的弯，谁还在谁心欢？我心不安。参见大王，少废话，马上诊治。遵旨。大王，韩侍卫已送至太医府诊治，伤势甚重。告诉寡人，今日之事为何会出现在寡人的宫殿之上？厉夫人在击球时，为何会有那帮侍卫冲出？据臣所知，那些人是华阳宫的侍卫，入殿是为了护卫华阳祖太后。那名刺客呢？再调查他的来历。我大秦王宫戒备如此疏忽，竟容一个外人在寡人殿上行凶！大王息怒，臣一定彻查此事，再向大王复命。李忠，你认为厉夫人是有意刺杀寡人，你才出手的是吗？当时，你不必顾虑太多。你当知寡人重信于你，你只管说出你的想法。当时殿上确实是情况十分混乱，厉夫人忽然持剑冲向大王，臣确实以为他有意行刺，才出手阻止。然而现在回想起来，若不是厉夫人那一剑，大王或许现在已经被刺客刺伤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所以臣以为，虽然厉夫人善不用剑，若她真有心有意刺杀大王，她有很多时间，也有很多地点跟场合来刺杀，完全没有必要在今日众目睽睽之下，又是满殿内宫侍卫时，来刺杀大王。楚夫人，今天这出戏可真是精彩。我的好妹妹，今天这事儿可吓坏了本宫呢。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你们怎么算都没想到韩侍卫会突然冲了出来吧？本宫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不过我只是看到
像是厉夫人要行刺大王呢。闵夫人，你如此聪明，又和厉夫人形同姐妹，你是否知道那个厉夫人为何要行刺大王？行刺？难道楚夫人你看不出来，厉妹妹是在保护大王吗？哼，这谁知道呢？依我看，今天这个局倒像是楚夫人你安排的吧？闵夫人无凭无据，为何要这样指责我们夫人呢？你们大可否认到底，真相总会水落石出的。妹妹，你真是话里句句带刺，一心向着厉夫人呢。你不承认也罢，自己做过什么，心里都清楚。容本宫劝你一句：多行不义必自毙。禀大王，厉夫人伤势并无大碍，只是要注意高热。你们都下去吧，厉夫人我要亲自照顾。诺。诺。大师兄，你放心，寡人一定会救活他。你好好休息，行吗？是我割舍不下的一道伤，可路漫长，心追逐它到远方，可谁将谁先忘？怎甘心我竟看不穿，空落泪被牵绊又无法释放，却怎奈何转身注定是孤单，愿不奢求原谅。望山河，思念情也真，年年月月同余生。烟消间，花落雨纷纷，不过是一个转身。宫中这几日动静如何？剑舞是华阳祖太后安排的，却知厉夫人和韩侍卫受伤。眼下，大王的心思全冲着华阳宫那6名侍卫。据闻，并没有太治仪殿上那名刺客之事。嬴政是会明白，大秦与6国为敌，所以宫中杀入几名刺客，也不足为奇了。刺客乃魏国人，家里人被秦军给杀了，不是什么出名的江湖人物，和继承毫无关系。他们绝不会查到刺客是我们安排的，此事绝不会波及到大燕。厉夫人她伤势还好吗？那日她拔剑，只是本为侠客见义勇为，还是出于真心要护卫嬴政呢？太子殿下对厉夫人之举，
为何如此在意呀？厉夫人身为秦王的妃嫔，护卫秦王乃是常情，不是吗？本宫只是以为，她和后宫其他嫔妃不同。打从她入宫以来，既不卷入后位之争，更不为冒犯嬴政。太子殿下的意思是不是，厉夫人可以拉拢过来，作为我们大燕的助手啊？本宫没想到那儿去。再说了，厉夫人她性格坚毅，淡泊名利，是真正江湖上有气魄、有风骨的女侠，恐怕不是那么容易被拉拢的人呐。有厉夫人这样才德兼备的女子伴随左右，本宫只是有些嫉妒嬴政罢了。丽儿，你醒了。你做噩梦了？寡人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在你枕边睡着了。丽儿，你知道寡人向来独寝，从不在别人身边入睡。我在洛阳的时候就已经听说过了。你怎么在这里啊？这是我的房间啊。这是你的房间。其实我不是很习惯跟别人一起睡。我也是。你感觉如何了？好像烧退了。我大师兄韩申侍卫，他怎么样了？韩侍卫流了很多血，寡人已命人替他好好诊治了。韩师兄为我挡了那一剑，想必肯定也是重伤。我得去看看。太医说你需要安心养伤。如果你现在再乱动，你之前的伤就会裂开。更何况，你现在去也帮不了什么忙。你放心，你好好休息，寡人带你去看他。其实，那日我不是又要刺杀你的。舞剑的时候，突然上方掉下一把真剑，然后我就发现那个刺客在你身后，我就冲了过去。但如果不是大师兄替我挡了一剑，估计现在我已经遍体鳞伤了，又或者可能是难逃一死。这件事情，寡人一定会查清楚，不会让你白白受伤。其实，我觉得那天的事情疑点还是很多。如若有人想要构陷于我，将刺杀的罪名冠在我头上，那日在殿上的那名刺客又是谁？我觉得好像并不是同一方安排的。我大秦与6国为敌，想杀寡人的人何其多，但是
敢在寡人的寿宴时利用你的剑舞来陷害你，此人比刺客更为狠毒。大王，夫人，夫人，您终于醒了，担心死青儿了。把药给我。来。你是寡人的妻子，你现在生病了，我照顾你，天经地义。那我自己来吧，我又不是小孩子了。怎么？你觉得这药有毒啊？不是这个意思，要不让青儿来喂我。要是谁敢阻止寡人的差事，寡人就砍他的头。再不吃，寡人就这样一颗一颗喂你。乖，吃药。夫人这几日觉得身体如何？已经舒适许多。还好当日大王愿意听我一言。如若那些侍卫是因我而死，那我心里肯定会不轻松。他们不是因你而死，但是你差点因他们而死。撇开你那天说的，李仲也跟寡人说了很多。近日我大秦诸位公主久攻不下，若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和祖太后起了争执，难免祖太后会煽动大楚，借此公报私仇。大王，寿宴那日，有人想要鱼目混珠，诬陷我刺秦。所以呢？你想说什么？声东击西，打着这种如意算盘的，正是魏国。如今天下能与秦国抗衡的，当属楚国。近年来，秦军大举东进，攻赵破魏，楚国偏安难虞，才得以保全国力。现在，魏国又以收复宋地为借口，想要说服秦国去攻打楚国，以此来转移秦国的焦点。魏王主动提出与强秦合作，目的并不是为了收复宋地，而是要保全魏国。两强互攻，无论是秦或楚，必会被削弱，但吃亏的绝对不会是魏国。大王，我只是妄自猜测，如有不妥，大王就当我没说过吧。不，你说的很有道理，寡人从未在这个角度上思考过。说不定你正好替寡人解了一桩心事。厉夫人到。参见祖太后。免礼。先坐下吧。谢祖太后。上茶。厉夫人，
你尝尝哀家给你准备的云梦菊滋味如何？谢祖太后。回祖太后的话，孙喜早就听闻大楚的云梦菊鲜美多汁，今日有幸尝到，确实是淮北枳赶不上的。但这淮北枳模样朴实，表皮如何，内在也是如何，不像有些云梦菊，虽然外观甚美，但却是金玉其外，败絮其内。不知这是否和南楚的风土人情有些相似呢？厉夫人真是好品味呀，连南橘北枳也能说出个道理来。只可惜呀，纵使大楚的云梦菊依然美味，但是这仗要一直打下去，也不知母国今年的收成如何。果然，祖太后就是因为此事，邀寡人赴宴。楚夫人，请放心。就在前几日，寡人已命河东、南阳等4郡撤军。魏楚争地之事，寡人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。是吗？看来，大王还是念在秦楚交好。寡人并不是因为这个缘由。前几日，寡人正在为楚魏军情操心，烦忧之时，厉夫人向寡人进言：破楚，以肥韩魏。这倒是给我大秦一个很好的退兵理由。而且今年初春，我大秦少雨多旱，寡人正愁着粮草匮乏的问题，没想到撤军令一出，楚国反而主动提供粮草，向秦示好。你们说，丽儿是不是立了一个大功啊？啊，厉夫人却是见秦自楚，退兵有功。然自商周以降，女非过涉朝政，多为祸国殃民的忧患，过犹不及。还望大王明察。祖太后记不记得，寡人曾经说过，想要一位如商王后的奇女子为后吗？哀家记得。厉夫人文武兼备，眼界过人，因此，寡人想立她为后。大王说什么？立后之事非同小可。当今6国齐楚仍强，若能立楚女为后，秦楚交好，将来秦国少一个后患，方能顺利推展一统霸业。正因为齐楚仍强，秦宫之内6国嫔妃皆有。立后之事，若是只袒于某国，对我大秦不利，后患无穷。倒不如庶民之女，无亲无戚，更没有亲政之忧。大王，臣妾只是一介民女，与6国并无利害。然大王执意要立我为后，于秦并非有利。再说，如若当上王后，必然要管理后宫嫔妃，还得行一些典礼和祭仪。我觉得，我实在是做不来。不要紧，祖太后不同意，寡人不是没想到。寡人倒是想了一个法子。什么法子啊？为了确保厉夫人不输给其他嫔妃，下次出征，寡人将带上她一起，
若是得胜，任何人不允许阻止寡人立他为后。大王，战场上刀枪无情，李夫人乃后宫之妃嫔，竟随大王出征，这事要传了出去，哀家忧心呐，会辱没了我大秦颜面。正因为丽夫人是后宫妃嫔，却拥有江湖女侠的身手与胆识，这事儿要传了出去，天下人肯定以为我大秦人人习武，国之强盛，岂不是一件好事？大王，恕臣妾直言，后宫嫔妃这么多，为什么大王只带丽夫人一个人？若儿，要是你也想陪寡人去，寡人赐你一副盔甲，一匹战马，一把利剑，你也随寡人一起出征，如何？大王，刚才你可威风了，居然那样子对祖太后说话，青儿都捏了一把汗。青儿呢，就是心疼我们夫人。是吗？嗯。青儿今天说话颇为中听，寡人要好好赏你。谢大王。大王，为何立后和出军之事，你要如此莽撞呢？寡人哪里莽撞了？寡人是考虑良久之后才做的决定。我对王后之位一点兴趣都没有，大王难道全然看不出来吗？这是众嫔妃都想要的位分，为何你却不要？寡人若立你为后，祖太后和楚夫人都不敢刁难你。我若被立为王后，天明肯定会被推到立储的风口浪尖，到时便会有人以此为借口来残害我们母子俩。这么糟糕的位分，我真的是一点都不想要。至于出征，大王从来都没跟我商议过，就直接向祖太后宣告，我凭什么要陪你出征？等等，寡人有礼物要送给你。来，这就是大王要送给我的礼物。怎么了？不喜欢？挺好吃的。啊，吃点。大王果然没把我的话听进去。方才我才跟祖太后他们说云梦菊和淮北枳的区别，大王就给我送了这么一个礼物。立王后之事还有出征之事都不跟我商量，大王这是存心要跟我作对吗？既然夫人不喜欢，那就不要了。大王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个你一定会喜欢。这又是什么？我爷爷的短剑。它本来就是属于你的，如今物归原主，你以后可以带着它防身。大王，将此剑还给我，是全然已经信任我的意思吗？当然。怎么了？不想要啊？不想要，寡人拿回来了。我要，这是我的。那有了这把短剑，夫人是不是可以和寡人出征了？那大王让我考虑考虑吧。还考虑？来，你把剑还给我。大王，你作为一国之君，怎么可以说话出尔反尔呢？那可不管，这是大秦，我说了算。快，陪寡人出征。霸道。不出征的话，那你帮寡人生孩子怎么样？我才不要呢！放手。
你快放手啊！你不放，我就拿剑刺你了。你舍不得。